你怎么来了？我在楼下看见灯亮着，我就上来了。你不会专门跑到我家楼下来看看我家灯亮没亮吧？我是顺道。顺道？你去哪儿啊？顺道？我看你们小区的房子。看房子啊？嗯。为什么看房子啊？我呀，觉得我们家太小了，我想结婚以后啊，换一个大点的。你要再婚啊？罗宾同志，再婚不丢人吧？不丢人，当然不丢人。任何进步文明的社会都承认婚姻自由，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，也包括离婚自由。不允许别人离婚，把离婚当成污点，既不道德也不文明，甚至应该批判。我怎么觉得你说话有点阴阳怪气的？我是觉得你跟王丽有点太快了。我们又不是今天才认识，我们是重逢，而且人家一直等着我，而且是默默的等，我很感动。默默的等？那请问你离婚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他为什么早不出现，晚不出现，偏偏现在出现了呢？因为慎重呀。慎重。是。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。那么，我亲爱的姐，你能不能也慎重一点呢？啊？我觉得呀，这句话应该对你说才是。你先不要对我说，现在说你。我们上学的时候，你对季玉一见钟情，你们俩认识不到1个星期就开始谈婚论嫁，结果呢？所以这次能不能慎重一点？慎重一点。蓝红又会全景了，而且老去你办公室跟你谈工作，一谈就是几个小时，而且老在你下班的时候跟你谈。丽娜说的。那就是真有这回事喽。你能不能不要听丽娜胡说八道？我听别人说的，跟这丽娜没关系。那你就是道听途说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告诉你，蓝红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。国旗同志，你能不能留点口德？这个浩瀚超越这个公司是人家兄弟俩一起打拼下来的，他干什么了？他告人家小叔子霸占家产，这告得上吗？他是孙浩瀚的合法配偶，而且他们俩有一个女儿。无论如何，让一个合法配偶零继承，这是不公平的。我觉得挺公平的呀。他这种人，靠男人不劳而获，我觉得就应该这种下场。我跟你说说他们家的事儿啊。这个孙浩瀚的前妻死得早，当时他儿子才1、2岁，这孩子从小就跟他弟弟一起过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亲弟弟孙超越跟他一起打拼的这个公司，哎，你蓝红半路杀进来，然后给他生个女儿，这个家产就是他的了。我再告诉你哦，他们都说啊，这个孙浩瀚的这个女儿啊，不是他生的。我确定你是被王丽给洗脑了。我确定你被蓝红洗脑了，你爱听不听，我走了，离他远点啊，免得雷劈他的时候顺便带着你。走了。谈得不太愉快啊。让试试教育他吧。哎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去接我闺女。你跟季玉说了我们的事儿了吗？跟他说什么？说得上吗？可他毕竟是小安的父亲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可以请他们夫妇来参加。这样呢，小安会觉得爸爸妈妈虽然离婚了，但还是亲人啊，两家关系好，对孩子也好。而且我也想过了，小安呢，可以一直叫我王丽叔叔。季玉呢，永远是他的父亲，我永远是他的叔叔。小安有一个爱他的父亲的同时，还有一个爱他的叔叔。
这样？你是男的，你跟我说我是怎么回事变成这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当时真应该听你的，罗贝，我都后悔死了，这是什么事啊？行，好了，好了，不哭了啊。那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跟我讲讲，这是为什么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什么人啊？这都是。